这台2025年款的 Corolla Cross 呢，我已经开了有半年了。然后在这个半年的时间呢，不长也不短哦，不过足以让我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和各位一起分享了。有规划几大优点啊，以及几大缺点，还有让我很后悔的事情。不论是现有的车主，或是已经在想要买这台 Corolla Cross 的未来的车主呢，今天这期的内容和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紧接着来看接下来的节目。这边有规划5大优点哦。首先，第一大优点呢是这台 Corolla Cross， 它有搭配 TSS 2.0， 而且是全速域的哦。我这边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案例哦，就是我们那时候要从台中开车上北部要去开会啊，就好死不死遇到了一个大塞车，那个塞车是塞了1个半小时有啊，刚好那时候那天就是它的内侧车道在做养护啦，就是台湾很多的高速公路嘛然后有那个树啊要去剪就在剪树塞了1个半小时，真的是很火大。而且那个塞车的过程之中我的车子的时速不到30每公里，所以很缓慢呐。以前遇到这种大塞车的状况的话，我都要右脚踩一下油门刹车，油门刹车，回到家整个脚就踢退又觉得很疲惫但是呢，这台车它是全速域的TSS 2.0半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它会跟车，然后又会自动停，然后又跟车，所以不用一直踩刹车油门踩刹车油门所以我觉得有这一套 TSS 2.0， 而且还是全速域的是非常赞的一件事情。这台车的第二个优点呢，我必须在讲之前呢，要和各位分享我上一台车惨痛的经验。因为我的习惯也不是说很好就是有时候开车到家的时候会忘记关大灯，想当然尔的隔天就没电了，就很惨呐，就很惨。我赶快就紧急的call我住在附近的维修厂的老板来帮我把那个电给捂起来所以这是之前所发生的惨剧。可是呢，这台 Corolla Cross 2025年版的呢，不论是你的钥匙忘了放在车上，或是你的大灯没关，甚至你的车室内灯忘了关，它都会很贴心的提醒你要赶快把这些注意一下，该关的就给它关起来，所以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设计。接着呢是它的第3个优点第3个优点的话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是白沙屯拱天宫妈祖的忠实的信徒。然后在今年呢，我有抽1天的时间有去进香但是呢，我那天要进香的时候发现我的车子这台CC的左前轮没有气了可能是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刚好出去车子的那个轮胎被钉子给刺破我不知道停在停车场，我不知道嘛所以那时候我想说怎么办？我这天的时间都要浪费掉了。但是可要知道因为我住的地方呢和Toyota 的温压所只有2分钟的路程，所以那时候呢我赶快去call技师来救我。没想到很快不用半小时，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是免费的还有一次就是上个月，因为我们上个月的话在台湾台风很多啦又风大雨大的那时候我刚好从新竹开会要回台中，已经下交流道了因为风大雨大的关系嘛，我的那个车子的那个前面的玻璃整个就是很脏啦很脏。然后这时候我要去压那个雨刷水的时候没有雨刷水了，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已经下交流道了，我就想说不然的话我就开到我买这台车的大压锁 Toyota 大压锁去加水，一样加这雨刷水也是完全免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Toyota 它在台湾之所以卖得好的一个很大的主因，因为它的维修厂太多了据我估计的话，在现在这个时间大概全台湾有225间的 Toyota 的维修厂，所以遇到这种难关，它都会和你一起度过。第4个优点呢，就是我这台 Corolla Cross 2025年版的
它的养护成本非常非常的便宜，非常非常的香哦。但是到底有多便宜，多非常非常的香呢？我先卖个关子，后面会告诉你。接着来到第5大优点的最后一个优点哦，我听说这个优点好像也是日系车款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日系车款它的冷气都非常的强啊，特别是这一款 Toyota Corolla Cross 呢，它的冷气哦，不论是前驱或是后驱，因为它后驱的话也有那个出风口嘛，都非常的强劲。啊，像我们的工作的话，南征北讨，有时候要到台北去开会啦，或者是到嘉义去做拍摄啊。假如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之中，冷气没那么强的话，说实在话，心情是会有些受到影响，会有点阿杂啦。但是它冷气强到我这个心情都很好，甚至有时候在车上呢，我都会觉得啊，那我可以不要下车啊，直接待在车上就好。所以这个特色非常的棒哦。接着要来和各位分析它的5大缺点的第一个缺点哦。虽然这个缺点我听说 Corolla Cross 在这次的改版之后呢，有做一个调整哦，但不得不说，这台车它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的时候，还是会有车噪在哦，所以这也是无可避免啦。不过我对于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没有那么的敏感，因为我是会开车听音乐的人啊，所以稍微音乐大声一些，那个车噪就不存在了。第二个缺点呢，我可能要讲比较久一点哦，因为其实我上一台车子的话，因为它没有盲点系统，而且也有和各位分享过，因为它没有盲点系统的关系，其实那时候在开那台车的时候，有发生一些很特殊的状况，不过好礼扎在都没有发生很重大的一些 story。我这台其实是基本款所以它没有 BSM 盲点系统，是我后来再多花一些预算给它加装上去了，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可是我必须要讲，我有一次也是在高速公路上，然后那时候要下交流道，然后我那时候后面有一台车，因为我记得那台车是那个 Kia 的 Ioniq 5。贴我很近，然后这时候呢，车子就提醒我，就说后方有快车接近，那时候我正准备要下交流道嘛，我想说他还在叫，然后我这时候是不是可以来个右转因为他还在叫嘛，应该还在后面，但没想到那个 Ioniq 5呢，它已经很快的已经到我的右边了，杀得我一个措手不及，所以我必须要讲，虽然有盲点系统，虽然有这些辅助驾驶，让各位驾驶们在开车的这个过程之中能够更安全、更享受，但是毕竟还是人在开车，所以有这些科技的这些智慧的安全驾驶的这些相关配备是很好，但是自己开车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假如说像我那时候完完全全交给这台车的话，我觉得那是应该会发生很大的 story。接着这个缺点呢，我是认为它的驾驶座和副驾驶座的空间其实可以再优化就是可以让我们塞更多东西啦。比方说像副驾驶座假如说有个可以手机安放的空间，应该会更好。然后呢，后座假如说再加一个能够一键倾倒的功能的话，我相信这台车会更加的完美。现在来到5大缺点的第4大缺点我自己本身有开 Toyota 的车款，有 Yaris， 还有我现在这台 Corolla Cross 我必须要讲实在话，Toyota 的车款的确有个特色，就是开起来很传就是会比较晃一些但是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有做一期的内容来做一个改善，而且只要花一点点小钱就可以大大的改善，让你的车款刚性更强，开起来更加的愉快。所以假如说对那一期内容好奇的朋友呢，可以去找那期的内容来看现在来到第5大缺点的最后 final 缺点就是它的车美色我真的觉得很不好看有点上个世纪的那种美感。不过以上个世纪的美感来说的话，好像也是不及格呢。所以我不知道车美思它可不可以透过系统优化，让它的 UI 人机界面看起来更美观，更符合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很期待它能够更新一下界面，不然真的不好看啦。虽然我通常都是用 Apple CarPlay 啦，但是有时候还是会看到那个界面，就觉得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改进一下。
没想到我买了这台车，我还是有后悔的事情哦。首先，第一个后悔的事情呢，那时候啊，因为我这台车是在 Toyota 大雅所买的哦，所以那时候林副所长哦，林玉婷林副所长有和我说哈，他的360可以直上36，有360环景的那个车款啦。但是我跟他讲说，哦，不要，因为我开车快30年了，也算是个老司机，对自己的开车技术有一点自信在啦，所以我怎么会想要用到那个360环景呢？真是不是我哦。可是啊，我这一阵子开车下来哈，我才发现，也的确哦，它在有一些比较狭窄的空间哦，假如说有360环景的话，停车会更方便呢哦，这是一个我第一个很后悔的事情。所以买车的时候还是要听你的sales 的话哦。接着呢，第二个后悔的事情比较矛盾一点啦，因为我不太喜欢我这一款的那个轮毂，有没有？就觉得太朴素了啦，哦。但是呢，假如说要买到18寸那个双色刀切的那个轮毂的话，哦，那就必须要直上到最顶级的款式是 Hybrid 的旗舰款，就要花差不多快100万了哦。所以要因为轮胎而去花到这个预算吗？哦，其实有点矛盾，有点挣扎哦。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它这个轮毂太素了哦。不过呢，一样也很感谢 Toyota 大雅所的林玉婷哦。林副所长哦，他有给我一个数据哦。假如说我要去换这个轮毂，然后变成是双色刀切的呢，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你只要花一笔小钱就好，大概要准备5到8万哦。为什么是5到8万呢？哦，因为每个轮胎啦，或者是它的轮框啦，价钱都不一嘛，所以至少要准备个5到8万。假如你很在意那个轮毂的话，不喜欢像这么素的话，哈。在买这台车之前，可以先好好的考虑一下。最后呢，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哦，我前面所讲的优点之中，它的养护成本到底是有多低，到底是有多香啊？我这边就公布出来哈。我这次的半年定保哦，假如说是基础的保养下来，只要花2448块钱，是不是非常的香哦？因为我上一台车的话，那个光保养哦。这种基础的保养哈，就已经是2448的2.5倍了，所以那个养车下来其实是还蛮伤的啦，必须要这么说。可是这台 Corolla Cross 呢，不用花到那么多钱，但是呢，我总金额是加到是7777块。重点是我后来又有在加购那个引擎下护盖，很感谢那个 Toyota 的文雅所林敬良专员哦，他有跟我推荐这个下护盖，因为我前一阵子也在想，为什么它的下面没办法做平整？假如说能够做平整一些，是不是会更好哦？所以刚好我有这个需要，就把它给买了起来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引擎下护盖的话，因为定保是昨天的事嘛，所以我这2天的开车的状况哦，我会觉得哦，其实，该怎么说呢？假如说这个引擎下护盖哦，你没有碰到事情，那当然是最好。但是遇到事情呢，它就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在。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啦，因为加了引擎下护盖之后呢，它的刚性有微微的再加强一些，因为我的引擎室有加那个拉杆，然后又有加 H 钢梁嘛，然后又再加这个引擎下护盖哦，所以它的刚性好像似乎有些提升。只要有需要的话据说在这个月加购这个引擎下护盖的话是不用工资的哦，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展间或是维修厂去和他们的专员做一个询问。然后呢，这台车啊，之所以卖得这么好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些优缺点，所以不论是还在想说到底要买不买的这个未来的车主或是现役的车主呢，有一些想法或是有一些见解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哦。然后假如说我有看到，我都会尽量回。我是觉得假如说潜在的这个车主因为我真的是很诚心的建议这台车可以把它买起来，因为它的各个层面都还不错。然后再加上你假如说像我的话，我很单纯，我的使用这台车，它有点像公务车就是从 A 点到 B 点
顺顺的能够开到这样就好了。然后买这一台车下来，其实也没花多少钱。假如说和我一样这样的需求的潜在的买家的话，潜在的车主的话，我真的诚心的建议可以到你家附近的 Toyota 的这个保养厂啦，或是销售的展场空间呐，去试乘一下，去感受一下。因为这台车，假如说您拥有的话，我相信您的这个生活便利度啊，特别是这个驾驶体验，会有一个很不错的提升。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Never gonna let you out of my side. I've been knocked out, was a nice try.